我叫李正，一个键盘侠。上一秒还在网上跟人对喷，下一秒就穿越到了大唐赛事口。真的啊，还是即将被砍头的那种。我错了，我再也不在网上骂人了。舔粽子就是异端，甜豆腐脑万岁！求求了，放我回去吧，我还没看完新出的番啊！午时3刻已到，刘明、李正斩！完了完了，我22年的人生就要这么结束了吗？我的硬盘，我硬盘里几个 T 的学习资料还没来得及备份啊！咦，快听了，不对，这是系统！我靠，我的金手指到账了！等一下，我反对！此道灵头有何一言？来了，钢铁之魂燃烧吧！这奖励好像有点用。什么？遗言？不，我是要投诉你们这行刑流程严重不规范。我是要投诉你们这行刑流程严重不规范。第一，你拿嘴喷刀，为什么？万一我伤口感染怎么办？第二，你这刀都卷刃了，一刀砍过多尴尬。第三，让这么多人围观，连个警戒线都不拿，血溅到大爷大妈身上，算谁的？住口！哟，这小姐姐长得真带劲，就是凶了点。看这身打扮，是个官儿啊。满口胡言，少乱法场。既然你这么有道理，就跟我回大理寺天牢，把你的道理讲清楚。大人，你可算来了！他们欺负我。任务完成。来人，把这个祸害给我压下去，别再让他开口了。是。不要啊！刚从法场活了下来，又被丢进了大理寺天牢。苍天呀，你还让不让人活呀？系统，使用大唐律法速通手册体验版。道具使用成功，相关知识已临时载入宿主大脑。李正，身份不明，妖言惑众，按唐律书议杂律篇，单是扰乱法场一条，就够你流放3000里。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杜少卿此言差矣。根据唐律书议名利篇的10义原则，其中第8条异能，只有大才干者可以一减罪行。我能一眼看出法场流程的诸多弊病，这难道不是一种才能吗？这个市井无赖难道真的懂律法？强词夺理，那你身份不明，又作何解释？我乃海外归来的游子，仰慕大唐盛世而来。至于凭证，早已在路子里知。杜少卿若不信，可随意考我。天下大事，我无所不知。反正就是吹牛，吹得越大越好。好，本官便考考你。如今关中大旱，民不聊生，你有何良策？连锁任务发布，夸下海口，任务目标说服杜月，你能解决旱灾。来了，这不就是我大显身手装个大逼的好机会吗？旱灾，多大点事儿。你们拜神仙那套早就过时了，得讲科学。我一出手，3天之内保证哗哗下大雨。好，我就给你一个机会。来人，跟我去面见圣上。不是，大姐，我开玩笑的，我就是想骗个好点的牢房，你怎么还给我上报到 CEO 那儿去了？这下牛吹大了，我
被杜月这个女人坑了，直接带到了金銮殿。系统虽然给了奖励，但一个破打火机能干嘛？难道让我点根烟冷静一下吗？就是你说有办法求来甘霖。完了完了，这气场比我宿管大爷还吓人！就是你说有办法求来甘霖。完了完了，这气场比我宿管大爷还吓人！ S 级任务发布，说服天子。奖励这么高，干了！搏一搏，单车变摩托。陛下，求神仙不管用，咱们得自己动手。天上的云不就是水吗？它不下雨，说明它懒。我们用大炮仗往天上轰一波，把它给炸醒了，雨不就下来了吗？啊！荒唐！来人！好，朕给你3天时间。雨来了，给你升官发财；雨不来，朕就拿你的脑袋当球踢。靠！连个火种都不给，这帮人是真想我死啊！这是系统送的打火机，我靠，这玩意儿在这里简直是神器呀！任务完成，永久道具初级火药配方已存入背包。万事俱备，只欠材料。看来是时候体验一下氪金的快乐。系统，给我打开商城。虽然有了火种和配方，但想造出能求雨的大炮仗，还缺最关键的原材料。好在哥们儿现在有积分了，是时候展示真正的超能力。材料要不来，火种也没有。现在你还有什么办法？若是现在去向陛下请罪，或许还能留具全尸。谁说我没有？杜少卿，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系统，打开商城，给我兑换高纯度硫磺、礁石、木炭粉，一样来10公斤。兑换成功。你这究竟是何药法？杜少卿不必惊慌，此乃仙家秘法，不足为外人道也。有了这些，我的惊天雷便能制成。支线任务发布，成功求雨，任务完成奖励，便携式厨房套组。穿越路生死的岔路口就在眼前了，台下乌泱泱的全是人 ，VIP 观礼席上还坐着我老板李天子。这一炮要是放不好，我下半辈子就得在下面跟我太奶唠嗑了。魏大夫，您看此等哗众取宠之辈，父皇竟也信他。陛下，时辰已到，此子还在故弄玄虚，简直是我大唐的奇耻大辱。完了完了，哑炮了！系统，你卖我残次品！父皇，此等妖人蛊惑人心，戏耍君王，恳请父皇立刻将此寮就地正法。来人，给朕把这个骗子就地正法！就在我以为自己的脑袋要被当成蹴鞠踢的时候，老天爷居然真的给我面子了！神仙，是以神下凡了。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不合理呀！瞎猫碰上死泡草，不过是抢救。我操，真成了！这女下的也太是时候了。系统，你是不是在故意玩我？好一个李正！你不仅求来了雨，还让朕看到了何为奇迹。宣朕旨意，赦李正无罪，并封为谏议别驾，赏金1000两。启禀陛下，800里加急，北方蝗灾爆发，遮天蔽日，正向长安而来。什么？什么？不是吧，大哥，我这奖金还没捂热乎呢，新的 KPI 又来了。你们这公司也太卷了吧！刚当上建议别驾，屁股还没坐热，就被拉来开会讨论蝗灾。李正，你既能求来天雨，可知这蝗灾有何解法？主线任务发布：舌尖上的大唐。躲是躲不掉了，这任务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陛下，蝗虫它不是天灾，在我看来，它就是一群行走的、嘎嘣脆的高蛋白食材啊！你说什么？李别将还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嘿嘿，你的意思是让百姓去吃这些害虫？简直荒谬！太子殿下，此言差矣。什么叫害虫？什么叫益虫？能填饱肚子的，就是好虫。做法得当，它比山珍海味还好吃呢。哦，如何做法？那做法可就多了，油炸、烧烤、椒盐，麻辣。你想想，把那肥美的蝗虫捉来，去头、去翅、去腿，洗干净了，往油锅里那么一炸，炸至金黄酥脆，捞出，再撒上一把孜然和辣椒面儿。哎呀，那味道，隔壁小孩都馋哭了。好了，李周，朕不听你在这里耍嘴皮，你亲自去灾区给朕证明，这蝗虫它到底能不能吃，好不好吃？若是能解决蝗灾，朕再赏你；若是你敢糊弄朕，朕就把你和蝗虫一起烧了。臣遵旨。去灾区可以，但那地方鸟不拉屎，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了。任务完成。不过还好，哥们儿有外挂，这下好了，不仅能给灾民做饭，连我自己的伙食都有着落了。系统，你还真是个贴心的小棉袄啊！被派到灾区听起来挺惨，但有了系统奖励的厨房套组，感觉就像是来参加荒野求生版的厨艺大赛。不过想让这帮把蝗虫当成天罚的古人张嘴吃它，难度堪比让我上台唱跳 rap。天哪，那可是皇神啊，吃了会遭天谴的。这京城来的官儿，还不是个疯子吧？大人，求求您了，收了神通吧！我们宁可饿死，也不敢吃皇神啊！我操，还给我跪下了！这思想工作也太难做了吧！你的法子好像行不通啊！民心如此，不可强逆。算了，求人不如求己，想让他们信，就得亲自下场。鸡肉味，嘎嘣脆。大人，香。机会来了。小朋友，想不想尝尝？比过年的肉还香啊！不能吃，啊，不能吃。好吃，比过年的肉还香。反正都是死，老子信了。吃都吃了，
你就是李正？我奉太子殿下之命前来视察，简直胡闹！让大唐子民以害虫为食，成何体统？必须立刻停止！各位乡亲，想不想顿顿都有肉吃？想的话，就跟我一起去抓蝗虫。抓蝗虫，吃肉！主线任务《舌尖上的大唐》完成，获得积分1000，当前总积分2500。商城道具食材百科全书已解锁。好嘛，蝗灾是解决了，但算是把太子给彻底得罪了，以后日子怕是不好过了。李正，蝗虫吃完了，可田地都毁了，接下来百姓该如何为生？刚回长安，屁股还没坐热，又被拉来开会。这帮古代的领导怎么就这么喜欢开会呢？陛下，现在国库空虚，救济粮只能少量发放，灾民们才有可能勉强活下来一部分呢。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连锁任务发布，灾后重建任务目标：提出创新方案并说服李天子。任务奖励：积分1000，解锁道具大唐地图全开。陛下，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光发救济粮只会养出一帮懒汉。我这里有2个方案。第一，叫以工代赈，朝廷出钱组织灾民修路修水利，他们干活，我们发工资。第二，叫农业贷款，朝廷借钱给他们买种子和农具，等秋后丰收了，再连本带利还回来。荒唐！要是他们还不上怎么办？国库岂不是要被你搬空了？李正，你这个法子有点意思，就按你说的办，库部全力配合，若有差池，朕唯你是问。搞定！不过看那老家伙的眼神，像是要把我生吞活剥了。我猜他背后肯定有太子的人在拱火。几个月后，我那个被人喷成筛子的重建计划，居然真的成功了。看着绿油油的麦田，连我都忍不住想承认自己真是个天才。看见没？这就叫科学。若不是我天天盯着你那套科学，早就被你弄得一团糟了。好啊，李正，你又为我大唐立下一大功。任务完成，获得积分1000，当前总积分3500。道具大唐地图全开已激活。来人，赏李正府邸一趟。要是朕下面的百官们都和李正一样，这大唐何愁不兴啊？让我看看这个新奖励的地图有啥用。红色区域为太子李干，关联势力范围包括朝堂官员、地方门阀及相关产业。杜少卿，把你们大理寺的长安城防图和官员名录拿来，我有大用。喏，给你。杜少卿，现在你看到了，这不是1个人、2个人，这是一张网，我们就住在这张网里。看着眼前这张被我画得跟马匪藏宝图似的地图，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太子这势力也太大了，跟蜘蛛网似的。我要是硬碰硬，肯定死得很难看。不行，我得想个办法，找个官方喷子去咬他们一口。这太可怕了！户部、兵部，甚至京兆府都有太子的人，我们该如何是好？硬碰硬肯定不行，但你发现没？这张网里有1个人是干干净净的。谏议大夫魏太傅。没错，对付这种盘根错节的腐败，就得让魏太傅这种六亲不认的驸马。连锁任务发布，借刀杀人。任务目标：利用魏太傅成功弹劾太子党的户部尚书。任务奖励：积分1000，解锁道具谎言探测器体验版。嘿，系统你还真是我的知音啊！这任务我接了。哼，魏太傅请留步。这是晚辈最近整理的一些关于以工代赈钱粮发放的账目，总觉得有些数目对不上，思来想去，满朝文武也只有您这样刚正不阿的长者，能为晚辈解惑了。慈劝宗，老夫收下。慈劝宗，老夫收下。太子，你就来试试我用的这把刀，痛得你痛不痛就完了。
启禀陛下，臣前几日收到户部尚书贪赃之罪证，据臣近几日调查整理，发现其克扣救灾粮，并作假户部账目从中贪污，这便是证据。你是哆啦 A 梦吗？从哪套出来这么多东西的，二位？来人，将户部尚书打入天牢，革职查办。任务完成，获得积分1000，当前总积分4500。道具谎言探测器体验版已存入背包。退朝。陛下，臣还有一步，臣要弹劾建议别驾理政，其心机深沉，竟能将户部如此隐秘之账目整理成册，其心可诛。我操！我帮你反腐，你怎么反过来咬我了？我这是玩脱了。魏太傅那老头把我反手弹劾的事儿，最后被李天子以年轻人不懂人情世故给和稀泥过去，但梁子算是结下了。眼下我得先把这个史无前例的立交桥给搞起来。李别驾，这图纸上的玩意儿，下官实在是看不懂啊！这桥怎么还分上下2层？车马还能上天不成？跟这帮人解释相对运动和空间利用率比登天还难。算了，直接上管理学。支线任务发布：效率革命。任务目标：1个月内将工程效率提升300%。任务奖励：积分500，解锁道具初级管理学手册。各位师傅，从今天起，咱们工地改规矩了。我宣布废除大锅饭，实行绩效工资。简单来说就是干得多拿得多。今天砌墙，你砌10米拿10米的钱，他砌100米就拿100米的钱，上不封顶。不仅如此，我还推出了全勤奖、优秀员工奖和季度奖金。另外，为了大家的安全，每个人都必须佩戴这个。你这头上顶个黄色的瓢是什么意思？太有伤风化了。这叫安全帽，关键时刻能救命。这叫企业文化和人文关怀。大人，俺要是干得好，1个月真能多拿1罐钱。只要你按我的标准来，别说1罐，2罐都有可能。兔崽子们，还愣着干什么？给老子玩命的干！年底给你们取期末的钱就靠这一波了。钱和黄色的瓢，居然有这么大的威力吗？在绩效工资和安全帽的双重激励下，大唐第一座高架立交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建成完成。天哪，这就是李大人修的神仙桥吗？马车真的能跑到天上去？李正，你又一次让朕刮目相看。说吧，想要什么赏赐？哼，不过是些哗众取宠的奇技淫巧罢了。任务完成，获得积分500，当前总积分5500。警告：经系统核算，工程款项有15%不知所踪。我靠，15%！这帮孙子也太黑了！陛下，臣斗胆想核对一下立交桥的工程总账。准了，杜月，你带大理寺的人协同李正彻查账目。账查清楚了，果然是太子手下那个孙子搞的。但他们官官相护，死不承认，常规手段没用，就别怪我开外挂了。催收任务发布：朝堂追债。任务目标：让贪污官员当朝出丑，承诺还钱。任务奖励：积分500，解锁系统功能催债喇叭初级。系统，立刻给我开启！户部侍郎张大人，你贪污的5000贯工程款什么时候还？户部侍郎张大人，你贪污的5000贯工程款什么时候还？你血口喷人！还有王主事，你那3000贯，再不还钱，我就把你以外省事情捅出去。李正，你放肆！李正虽然方式粗鄙，但言之有理。够了，张侍郎，3天之内把亏空的款项给朕补上。搞定，就是有点费耳朵。不过把太子气成这样，我估计他快要出大招了。朝堂追债大获全胜，但也彻底把太子给惹毛了。这孙子明着搞不过我，就开始玩阴的。他选择的突破口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人词——盐。怎么回事啊？昨天还30文1斤的盐，今天就涨到100文了。爱买不买？现在整个长安城的盐都在我们几家手里，就是这个价。一夜之间，盐价翻了3倍，
是几大盐商在背后联合囤积居奇，矛头直指东宫。这就是古代的资本垄断，想用经济上搞垮我，哼，他们找错人了。主线任务发布：盐政风暴。任务目标：在1个月内将长按盐价稳定至正常水平。任务奖励：积分1500，解锁道具、配方解析器。陛下，盐商乃朝廷税收大户，不可轻易得罪啊！用国库的钱去填资本家的窟窿。大人，您这算盘打的，我在8里外都听见。李正，你又有何高见？陛下，他们能垄断，是因为现在的盐产量有限，但他们忘了，我们大唐有一样东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就是海水。荒唐！海水又苦又涩，如何能食？古人没做成，不代表我做不成。陛下，臣请旨，开放盐禁，并由臣亲自负责，推广海盐提纯法。不出1个月，我保证让长安的盐比石头还便宜。好，朕就再信你一次。此事全权交由你负责。忽悠完李天子，我就带着圣旨和杜月这个监工，马不停蹄地来到了东海边。朱少卿，这李大人到底在做什么？把海水引进来，就这么晒着，还能晒出盐来？李大人的行事向来闻所未闻，看着便是。都听好了，我这个方法叫日晒法，利用太阳能和风能，让水分蒸发，盐分结晶，纯天然无污染。你们照我说的做就行，工钱3倍。你就不能穿好衣服，成何体统？快了，等第一批盐出来，我就让那帮盐商知道什么叫技术壁垒和降维打击。哇！出盐了！真的出盐了！血一样白的盐呐！我的海盐以其雪白的品相和低廉的价格，像一颗重磅炸弹，瞬间引爆了长安市场。我知道他们肯定会报复的。你还有心情吃？那几大盐商今晚在密会，恐怕是冲着你来的。他们可能会派人暗杀你。暗杀？就凭他们，我李胜福大命大，阎王爷想收我都得摇号排队。警告：危险预警功能触发，房梁上方30度角，检测到致命危险，请宿主立刻规避。我操，还真来了！哎，脚滑了！有刺客！来人，保护李大人！杜少卿，刺客服毒自尽了。妈的，玩脱了，差点就领盒饭了。这帮人是真下死手啊！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没事，你看我这不是反应快吗？这叫李氏独门规避身法，想学吗？我教你啊。都什么时候了，还贫嘴？看来光靠降价还不行，我得搞个他们永远都无法复制的东西，彻底把他们拍死在沙滩上才行。经历了暗杀之后，我算是明白了，对付这帮门阀贵族，光断他们一条财路没用，我得把他们所有奢侈品的桌子都给掀了。李正，你今日神神秘秘的，要给朕看什么宝贝？诸位，请看。这是琉璃？不对，老夫从未见过如此纯净透明的琉璃。快呈上来给朕看看。李正，此物从何而来？回陛下，此物名为玻璃，乃臣用沙子、石灰和纯碱以秘法烧制而成，成本不足10文钱。我们可以将它卖给西域诸国，换回成堆的金子。好，李正，你又是大功一件，朕要重重赏你。主线任务完成，获得积分1500，当前总积分8000，解锁金融系统初级权限。玻璃的出现彻底击溃了门阀贵族的奢侈品经济，但他们盘根错节，依然控制着土地、粮食等核心产业。所以我必须忽悠李天子，搞出大唐版的中央银行。陛下，如今门阀世家为何能与朝廷分庭抗礼？无非是他们手中有钱有粮，但若是天下的钱都归陛下您一个人管呢？你此话何意？臣的构想是成立一个大唐皇家银行。银行是何物？一个巨大的钱庄，但它只属于您一个人。百姓可以把钱存进来，我们付给他们利息，
朝廷需要用钱，可以直接从这里取。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用银行的名义，向全天下发行一种叫做债券的东西。陛下，您可以把债券理解为借条，比如朝廷要修运河，需要100万贯，我们就写下100万张借条，每张1贯钱，卖给老百姓。我们承诺1年之后，他们可以凭这张借条来银行换回1贯零100文钱。这不是空手套白狼吗？百姓会买吗？当然会，因为这是皇家银行发行的，背后是陛下您的信用，是整个大唐的信用，谁敢不信？如此一来，朝廷不仅能瞬间筹集到巨款，还能将天下财富都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此事若能成，你当为我大唐第一功臣。陛下，这还只是第一步，等银行开起来，我们还能搞股票，搞期货。别说了，朕听不懂。朕只问你，你有多大把握？10成。朕准了，这事情就全权交给你去办。搞定了大老板的风险投资，接下来就是我这个产品经理带着整个大唐体验金融风云的时刻了。大唐皇家银行开业了，储蓄和债券业务进行得非常顺利，但门阀们有的是钱。我的目标是把他们藏在米缸里的钱全都掏出来，投入到大唐的实体经济中。于是我推出了一个划时代的产品——股票。各位老板，各位乡亲，想不想一夜暴富？我把它叫做股票，你们可以直接买下玻璃厂的一部分，厂子赚得多，你们分的就多，价值就能翻100倍、1000倍。那要是亏了呢？任何投资都有风险，但是我们第一个拿出来卖的是皇家玻璃厂，陛下亲自站台，产品供不应求，你们说它会亏吗？知县任务发布：股市开门红，任务目标成功发售大唐第一只股票，任务奖励积分1000，解锁技能舆论操控初级。你确定这东西靠谱？听着跟赌坊里压大小似的。嘘，别乱说，赌博那是恶习，我这叫价值投资，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金融工具。我买100股，我买1000股。很好，鱼儿们已经入场了。下一步就是等那些门阀大鳄坐不住，也跟着跳进来了。任务完成，获得积分1000，当前总积分9000，新技能舆论操控初级已装备。这下好了，连水军的钱都省了。玻璃厂的股票价格一路飙升，当初1贯元，现在已经炒到了5贯。那些之前对我嗤之以鼻的门阀世家，终于坐不住，他们砸下重金，妄图夺取玻璃厂的控制权。于是我组织召开了大唐史上第一次股东大会。李大人，我们合计持有玻璃厂3成的股份，是最大的股东。我们提议改选董事会，由我们的人来接管工厂的运营。系统，开启舆论操控技能。各位一起打江山的兄弟们，是谁带着你们把股价从1贯做到5贯的？是我。可现在呢，这帮当初看不起我们的人上人，看到我们赚钱了，眼红了，他们想把我们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一口吞掉，你们答不答应？不答应，滚出去！你这是蛊惑人心！为了感谢各位原始股东的一路支持，我宣布立刻进行现金分红，凡是第一批认购股票的股东，每股分红100文，现在立刻马上发钱。改选董事会，对，反对，不同意。李正，你别得意的太早。唉，又拉了一波仇恨，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魅力。不好了，不好了，成都爆发瘟疫了！什么？刚在金融市场打了个胜仗，老天爷就给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长安城里爆发了瘟疫，这可比金融危机恐怖多了，是真的会死人的。情况很糟糕，城西已经有上百人染病了，太医署束手无策。S 级任务发布：瘟疫克星，任务目标有效遏制瘟疫蔓延，将死亡率降低50%。任务奖励积分2000，解锁建筑小型化验室。光靠这种粗麻布口罩不行，防护力太低，我得设计个升级版。去，把城里最好的裁缝都给我找来，还有去布匹店把他们丝帛布料全给我包了，再让绣娘绣上简单的龙纹。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乎好不好看？你懂什么？这叫品牌效应。带着绣着龙纹的皇家御赐平安罩，那是荣耀，是身份的象征。
口罩虽然控制了瘟疫的传播，但治疗瘟疫的药材价格可开始飞涨。杜月查封了一个药材黑市，结果发现主事被人灭口了。死者是黑市的账房先生，一刀毙命，账本不翼而飞。方向错了，线索在死者身上。悬案任务发布，黑市迷踪任务目标：协助杜月找到关键线索。任务奖励积分1000，解锁道具逻辑推理助手。系统激活逻辑推理助手。他左手握拳非常用力，说明他认识凶手。他当时正在记账，凶手走了进来，说了些什么，让他非常紧张，然后趁他不备，一刀杀了他。所以凶手是自己人。bingo！ 再看他的鞋底，沾着一些黄色的粉末。有一股硫磺硝石和木炭粉的味道。杜少卿，你不觉得这个配方有点耳熟吗？这是你当初求雨用的火药配方。没错，去查全城所有能接触到这3样东西的地方。顺着火药的线索，杜月的人很快就锁定了城郊的一处废弃工坊。我们赶到时已经人去楼空，但现场的发现让整个案子的性质都变了。报告杜少卿，这里发现了大量的硫磺和硝石，这里有几本被烧毁的账本残页。不，这里不是窝点，这里是一个实验室。这些东西不是用来造火药的。你看这些齿轮的精密度，这工艺水平比工部的官将还高。大人，你们快来看，墙里有个人。这个死法太奇怪了。这不是刀伤，也不是剑伤。你看，伤口周围有灼烧的痕迹，而且尸体的表情是极度惊恐。连锁任务更新，墨家的幽灵。任务目标：查明尸体死因。任务奖励积分1000，解锁道具墨家机关术图鉴残页。我知道了，这不是普通的谋杀，这是一次技术验证。什么意思啊？凶手在这里制造了一个杀人机器，一个机关暗器，然后用这个倒霉蛋来测试它的威力。那个账房先生很可能就是发现了这个秘密才被灭口的。靠！我不会是卷进什么古代版军火交易或者高达研发计划里了吧？这下刺激了！接连2起命案都指向了一个神秘的、掌握着高超机关术的组织。我靠着系统新奖励的墨家机关术图鉴和逻辑推理助手，开始对所有线索进行大数据分析。全长安有名的工匠我们都排查过了，没有一个符合条件的。这个人就像个幽灵。不，线索一直都在我们眼前。根据图鉴记载，这种风格属于墨家一个非常古老的分支，他们追求的是极致的杀伤力和精密度，但这个分支应该早就失传了才对。那我们要去哪里找一个失传流派的传人？别忘了，我们还有另一个线索——瘸腿。杜少卿，你还记不记得上次立交桥建成后，太子在朝堂上说那是奇迹银桥？当时他身边站着一个幕僚，我记得有个官员称呼他为公叔师傅。公叔班，那个以制造精巧木鸢和玩具闻名的民间巧匠，可他不是只做些玩物吗？越是这样的人，嫌疑越大。你想想，一个能造出飞天木鸢的人，造个杀人机器很难吗？他是太子的门客，所以他有动机帮助太子处理掉黑市的麻烦。最重要的是，根据部级记载，他3年前因为一场意外摔断了腿。我立刻带人去太子府。等等，别冲动，现在去等于打草惊蛇。我们得逼他自己露出马脚。我和杜月决定设个局，放出风声说已经锁定了凶手，就等第2天收网，想逼那个公输班自己跳出来。结果万万没想到，跳出来的不是他，而是太子本人。李正，你可知罪？太子殿下，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奉陛下口谕，彻查药材黑市案。李正，有人指证你才是幕后真凶，一切不过是你的苦肉计划。来人，给我搜！哼，人证物证俱在，由不得你狡辩。将罪犯李正给我拿下，打入天牢！我操，这栽赃陷害也太低级了吧，跟电视剧里演的一模一样。殿下，这东西不是我的，你觉得我会傻到把罪证藏在自己床底下吗？罪孽，拿下！行吧，行吧，我跟你们走。不过太子殿下，我得提醒您一句，你还想说什么？请神容易送神，你把罪名按在我头上，万一我出不来了，
那个知道你所有秘密的公输班，你打算怎么处理呢？杀人灭口可是很容易上瘾的哦。还愣着干嘛？把他给我带走！带走！小样，跟我玩心理战，你还嫩了点。我被关进了天牢，罪名是主谋黑市连环杀人，这罪名够我死好几回了。外面所有人都觉得我完蛋了，但有一个人没有放弃，那就是我的最佳捧哏杜月。少卿，你已经2天没合眼了。太子殿下那边下了死命令，不许任何人再查此案。不许查？他是皇帝吗？只要我还是大理寺少卿1天，这个案子就必须查下去。丫头，你可知你这么做，是在拿自己的前程和整个杜家的性命做赌注？魏大人，我只知道大理寺的职责是追寻真相。那小子虽然行事乖张，但老夫看得出来，他不是那种会为了钱财而杀人的鼠辈。说吧，需要老夫做什么？我怀疑这个公输班背后有一个庞大的墨家传人组织，但我现在所有的人手都被监视，无法深入调查。查一个民间工匠的底细，老夫还是有些门路的。你拿着这个令牌去南城百世通货站，告诉他你要查公输这个姓氏的100年渊源。俗话说2进宫熟门熟路，我又回到了这个熟悉的地方。就在我琢磨着怎么改善一下居住环境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来看我了。李大人，在这种地方居然还有心情唱歌？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公输大师啊！怎么，太子派你来送我上路？我是来跟你做一笔交易的。太子是个蠢货，以为把你关起来一切就结束了。一个没用的棋子，随时都可以被丢弃。所以你怕自己成为下一个被丢弃的棋子？我为他卖命，他却想把我当成替罪羊。我可以把太子所有阴谋的证据都给你，包括他还和突厥人有秘密往来。条件呢？你要保我一条命，并且活着带我离开长安。我怎么信你？这是我最新设计的连环火龙车图纸。审判那天，太子会用它来销毁所有对他不利的证据。这是我的诚意。公审的日子到了，所有人都等着看我人头落地。太子李干坐在旁听席上，一脸的胜券在握。他不知道，我早已经和他所谓的王牌串通一气了。罪犯立正，人证物证都在，依大唐律判处。等一下，我有新的证据。死到临头还想狡辩？我只是想在临死前给大家表演个小魔术。各位请看，这把锁看似牢固，其实内部结构有个致命缺陷，就像某些人的阴谋一样，漏洞百出。报，陛下，臣有物证呈上。伪造的，这是污蔑！殿下，别急着否认，您真正的证据不是早就准备好了吗？启禀陛下，政务房突然起火，一辆装着政务的马车爆炸了。怎么回事？进来提前了。陛下，那就是太子殿下准备灭口的连环火龙车。公输班，给朕滚出来！陛下，这里面记载了太子殿下近3年来所有见不得光的勾当。非为庶人，终身圈禁。总算是出来了，这次玩的有点大，不过从公输班那里换来的机关手图鉴可是个好东西啊。扳倒太子后，我迎来了难得的闲余时光，本以为可以就此躺平，没想到我的奇葩事迹居然传到了后宫，连大唐集团的董事长夫人、长孙皇后都点名要见我。这玩意儿穿着还是不得劲儿啊！乖乖，这后宫的气场就是不一样，空气里都飘着一股一丈红的味道。你就是那个能炮轰求雨，还能让百姓吃蝗虫的李正。皇后娘娘万福金安。本宫听闻你脑子里有很多新奇的故事，今日请你来，就是想听你讲讲。若是讲得好，本宫有赏。日常任务发布，后宫故事会。任务目标：用一个故事让长孙皇后感到满意。任务奖励：积分500，解锁道具，百毒不侵体验卡。还有这种好事儿，这必须得拿出我的看家本领了。话说东胜神州有一花果山，有一天这石头咚的一声就裂开了。哦，裂开后如何？裂开后，
从里面滚出一个石龙，迎风一晃，变成一个毛脸雷公嘴的猴子。李大人，请用茶。谢。警告：检测到微量机关类慢性毒素，百毒不侵体验卡已自动激活，效果持续24小时。我操，什么情况？这茶里有毒！一杯茶，差点让我提前去见了阎王。好在系统给力发了个保命体验卡。我知道这毒肯定不是皇后下的，但下毒的人绝对就在这宫里。我决定将计就计。哎，这水杯子好烫啊！吓死我了！还好我反应快，看来这毒是下在茶壶里的。那猴子自号齐天大圣，手持金箍棒打上天庭，把那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砸了个稀巴烂。哼，猴子，他不就是那只从石头里蹦出来的野猴子吗？大闹天宫，他是在讥讽父皇胆小无能，其心可诛。哼，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好个下回分解，明日你再进宫来讲。搞定，这样我就有借口天天进宫，一定要把那个下毒的黑手给揪出来。连续几天给皇后讲故事，我趁机观察，发现毒源并非来自食物，而是一种通过器物接触缓慢渗透的机关毒。这手法太像那个销声匿迹的公输班了。皇后娘娘，臣今日故事需以女士首饰作为道具，还请允许臣能进入皇后寝宫，寻一首饰出来。准了。就是他，这卡榫里肯定有文章。每次打开盒子，机关就会触发，释放出微量的毒素。杜少卿，出大事了！皇后娘娘可能身中慢性剧毒，命不久矣。什么？你可有证据？证据就在皇后的首饰盒上，那是一个极其精密的机关，手法和之前案子里的公输班如出一辙。我需要你帮我，神不知鬼不觉的把那个盒子带出来。这是要杀头的，人命关天！而且这不光是为了救皇后，也是为了揪出公输班和他背后的势力。好，我帮你。你说要怎么做？我仿制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首饰盒，你的任务就是在今晚趁着换房的空隙，完成一次狸猫换太子。杜月不愧是大理寺的卷王，行动力一流，真的成功把首饰盒给偷梁换柱了。现在就到了我的科学实践。你看，这卡榫内部藏着一根比头发丝还细的空心针，每次开盒，针尖就会刺破藏在夹层里的毒囊，释放出一点点毒粉。连锁任务更新：后宫毒瘾任务目标查明真凶，任务奖励积分1500，解锁道具测谎仪体验版。系统，给我分析这毒药的成分。分析完毕，该毒素名为七日蝉，其中一种核心草药龙息草，只在太子生母杨妃的故乡出产。查到了，是一种叫七日蝉的奇毒，最关键的一味药材龙息草，只在杨妃的家乡才有。你的意思是杨妃娘娘对皇后下毒？这怎么可能？她们素来情同姐妹。情同姐妹？杜少卿，你还是太天真了。在后宫里，唯一的姐妹情就是塑料姐妹情。杨妃的儿子被废了，她能不恨吗？可是这只是猜测，我们没有直接证据。很快就有了。我的新外挂刚刚到账，皇后中毒案的线索指向了太子生母杨妃。这事太大，我和杜月决定暂时压下。而朝堂之上，因为太子被废空出了大量位置，各方势力蠢蠢欲动。李天子为了平衡朝局，决定破格开科举，选拔人才。陛下，臣门下学生有10余能人，皆可随时入堂报效。哼，能人？能去寻花问柳的人吗？陛下不如选臣门下的100余能人任意挑选。哼，能人，能吃饭的能吧？够了，朕是要选贤与能。李正，此事你有何看法？主线任务发布：改革春风吹满地。任务目标：主导本次科举改革，提出颠覆性方案。任务奖励：积分2000，解锁道具人才探测器。得，又是我，这个家没我不行啊！陛下，臣以为如今的科举考的都是些知乎者也、死记硬背的东西，这样选出来的人只会做文章，不会办实事。李正，你休得胡言！
圣贤文章乃立国之本。魏大人，光会背书有什么用？咱们大唐现在需要的是会算账的财务总监，是会修桥的工程主管，是懂法律的法务精英。这些人光靠背四书五经，能找出来吗？有道理。那你觉得该如何改？简单，考题由我来出，我保证给您选出一批脑子灵活、不拘一格，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实干人才。就他出题，荒唐！让一个满嘴歪理的庶子来出题，简直是斯文扫地。李正，你可有把握？陛下放心，要是选不出人才，您就拿我的脑袋当球踢。好，朕就再信你这颗脑袋一次。此次恩科考题全由你负责。各位大唐的文科学霸们，准备好迎接脑筋急转弯和奥数竞赛的降维打击吗？我出题的科举考试终于开考了，整个大唐的读书人都沸腾，不是激动是愤怒，因为我出的考题实在是太丧心病狂了。这都是些什么题目？请问把一头大象放进冰箱，总共要分几步？这冰箱是个什么东西啊？你看看我这个，一口井深7米，一只蜗牛白天向上爬3米，晚上向下滑2米。请问蜗牛几天能爬出井口？我的题是1+1在什么情况下不等于2？李正，你确定你不是在胡闹吗？你不懂，这叫压力测试和发散性思维考察，只有真正脑子活泛的人才能给出有趣的答案。我们要抗议！怎么能这样？各位同学，安静一下。我是你们的主考官李正。我知道大家现在情绪很激动，觉得我的题目是在侮辱你们，就是在侮辱我们。但是你们想过没有，当你们以后当了官，遇到的问题难道都是圣贤书里有标准答案的吗？你们遇到的就是各种各样像大象装冰箱一样棘手又没道理可讲的破事，连这点变通都学不会，还谈什么为国效力？都给我回去等放榜吧。他好像说的还有点道理啊。不对，我怎么又被他给带跑偏了？考试结束了，接下来就是阅卷。那帮被我抓来当苦力的老学究们，看每一份卷子都像是被喂了一口屎，表情那叫一个精彩。岂有此理！这考生在答卷上画了一只猪，说把大象放进冰箱的最好办法是等他下辈子投胎成猪。咦，发现 SSR 了。这份卷子谁判的？是老夫判的。此子不答题，反而在卷子上写满了各种鬼画符一般的数字和符号。这画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乱？这哪里是乱？这是天才，这是无与伦比的数学和物理学天赋啊！你看这个齿轮设计，它的精密度甚至超过了公输班的图纸。我操！我这是挖到宝了啊！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首席科学家吗？这个考生叫什么名字？回大人，此人名叫王小二，是个农家子弟。王小二，这名字虽然土了点，但没关系，马上去，立刻把这个王小二给老子找来！不，我亲自去。我找到了那个数学鬼才王小二，发现他就是个有社交恐惧症的技术宅，但没关系，技术宅拯救世界嘛。有了他，我筹建新式书院的底气就更足了。陛下，臣提议开办一所格物致知的新式书院，专门培养这些技术型人才。李正，你这是要刨我儒家的根呐！书院岂能变成培养工匠的作坊？谁说工匠就低人一等了？凭本事吃饭不丢人，靠技术强国才是硬道理。听起来似乎对江山社稷大有裨益。连锁任务发布：教育之光，任务目标：成功创办新式书院，任务奖励：积分2000，解锁道具，全套学科教材，小学到大学。好，就依你所言，朕准你开办书院，但是你得先说服满朝的读书人。怎么说服？辩论，朕要举办一场皇家辩论会，你一个人对战国子监和满朝大臣。单挑大唐儒家天团，这阵仗比上法场还吓人。看着对面那群白胡子老头，一个个眼神都能杀死人。说实话，我腿肚子有点转筋。李正，子曰：“学而优则仕。”你却要让读书人去当工匠，此乃动摇国本，你可知罪？祭酒大人，您这是典型的偷换概念。当官是为了什么？
还不是为了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我培养的人才，能修桥铺路，能增产增收，这不也是在为百姓服务吗？李正，老夫只问你，你推崇的格物之学，可有教人忠君爱国？可有教人仁义礼智信？支线任务发布：舌战群儒，任务目标赢得辩论会，任务奖励积分1000，解锁称号辩论之王0时。劈头，立刻给我装备辩论之王。魏大人问得好，什么叫忠？让国家强盛，让陛下的江山万年永固，这是不是最大的忠？什么叫仁？让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这是不是最大的仁？我这门学问不讲空话，只办实事。学的是富国强兵之术，做的是利国利民之事。各位大人满口仁义道德，但恕我直言，你们的道解决不了长安的拥堵，也变不出百姓过冬的棉衣，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的心血就是要培养一群能动手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一群只会动嘴皮子的清谈客。好，说得好，辩论结束，李正，你赢了。赢是赢了，不过看这帮老头的眼神，我估计以后出门得穿上铁裤衩了。赢了辩论会，我的杠精大学总算是可以正式筹备了。可还没等我高兴2天，新的麻烦又找上门了。草原上的老邻居突厥人派了个使团来友好访问，我们大唐集团的 CEO 同志现在更是想都不用想就把我派去全权负责了。我听说你们大唐出了个很能干的人，叫李正，能把天都给捅下来。主线任务发布：外交风云，任务目标在不失国体的前提下挫败突厥使团的锐气，任务奖励积分2000，解锁道具神级翻译插件。在下就是那个能干的人。你就是李正，瘦得跟猴一样。我们草原上随便一个女人都能把你提起来摔着玩。系统激活神级翻译插件，选择阴阳怪气模式。王子殿下真是高大威猛，想必您平时一定花了很多时间来锻炼肌肉吧？不像我们得花时间读书动脑子，毕竟脑子和肌肉很难同时发达。我们选择了前者而已。你小样儿，跟我玩垃圾话，你还差得远呢。好戏才刚刚开始，接待突厥人的国宴成了我最新的 KPI 考核现场。那个突厥王子憋着一股劲儿，想在宴会上找回场子，一上来就要跟我们比试摔跤和剑术。李天子，你们唐人是不是都像李大人一样，只会耍嘴皮子？难道就没有一个敢上来比试一下筋骨吗？李正，你看，王子殿下，在我们大唐，动手动脚那是最低级的交流方式。我们现在流行的是文明的交流。什么文明交流？比如说艺术。来人，上才艺。啊！让我们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们举办第1届大唐好声音。听，这位乐师，你的演奏很有感情，但缺乏爆发力。你有什么梦想吗？还有你，你的舞蹈不错，为了我们大唐的文化事业，我决定为你转身。啊！王子殿下，光有才艺还不够，联姻才是加深两国友谊的最好方式。我们现在开始非诚勿扰环节。王子殿下，请留灯，有请女嘉宾。哦不，草原喜爱雄鹰一般的女人，有请嬷嬷们。这一套连招算是把突厥王子给彻底整不会，但他毕竟是来谈贸易的，他想用他们草原上多的是的马匹，换我们大唐精美的丝绸和瓷器，而且还妄想掌握定价权。你们的条件不行，我认为1匹马换30匹丝绸。王子殿下，您说的对，马是力量，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力量也是会贬值的。我给您举个例子，这个马你就算不用放个几年，它还能跑得动吗？不过您今天用1匹马可以换我们10匹丝绸，但我们可以签订一个期货协议。期货？对，我们约定1年之后，您再送1000匹马来，我们给您10000匹丝绸。您看，您赚翻了吧？赚翻了，赚翻了！当然了，我们还可以签订一个最惠国待遇条款。简单来说，就是以后我们大唐卖给任何国家的商品，给您的价格永远是最低的。你到底在搞什么鬼？这不都是亏本买卖吗？嘘，别吵，看我操作。不过呢，王子殿下，为了保证我们双方贸易的顺利进行，我们大唐商队在草原上的安全需要您来保障。而且为了促进自由贸易，
我们希望贵方能降低对我们茶叶、铁锅、大米等商品的关税。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提前预定那么多马，还给了他们最低价？因为1年后，等我的新式农具和马车普及了，马的价格就会一落千丈，而我用现在的低价锁定了他们未来的产能。至于那些茶叶和铁锅，将会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让他们再也离不开我们。这叫经济殖民，懂了吗，小同志？虽然签了条约，但突厥王子总觉得哪里不对，心里憋屈。为了找回面子，他提出了一个他们最擅长的项目——赛马。李正，经济什么的我不懂，但在这草原上，速度就是一切。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如果你输了，你得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你们唐人是懦夫。李正，不可意气用事。好是肯定跑不过的，但是谁说比赛一定要用2条腿的？触发任务发布：速度与激情，任务目标赢得赛马，任务奖励积分1500，解锁道具载具改装套件。比就比，不过我这个人有个毛病，不喜欢骑在别的生物身上，我习惯坐着跑。给我一辆普通的双轮马车，一炷香的时间。哦，这是什么东西？这叫大唐开拓者1号。王子殿下，准备好感受时代的眼泪了吗？驾！赛车赢了之后，突厥王子彻底自闭，灰溜溜的回了草原，而我则开始执行我的草原贸易战计划。这就是你的计划？把大量的茶叶、丝绸、铁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运到草原上去卖，我们岂不是要亏死？不，这叫战略性投资。你看，草原上的牧民生活必需品很匮乏，我们把物美价廉的商品卖给他们，他们会习惯喝我们的茶，穿我们的丝绸，用我们的铁锅。等他们习惯了，就再也离不开了。到时候，他们自己的手工也就全完了。你这简直是杀人不见血的刀！主线任务：草原上的贸易战完成，获得积分1500，当前总积分14500，奖励道具趋于经济分析报告。李正，别高兴得太早。你看这个，太子李干的残余势力与几个被贸易战搞得焦头烂额的草原部落近期来往密切。这李干还真是阴魂不散啊！我在草原上搞得风生水起，却不知道一张针对我的大武正在悄然收紧。那个本该被我彻底踩在脚下的废太子李干，竟然还没死心。殿下，那个李正的贸易协定已经快毁了我们的部落，我们必须杀了他。我何尝不想杀了他？如果不是他，我还是大唐的太子。殿下，时机就快到了。1个月后，皇帝会举行冬猎，届时李正必定会随行。冬猎那地方天高皇帝远，确实是最好的机会。我们的人会混进猎场，制造一场意外。到时候只需要一只淬了毒的飞黄石，就能让他神不知鬼不觉的死去。我们部落的勇士也会在猎场外围集。好，这一次不仅要他死，还要让父皇看看，失去我是他们最大的损失。你的死期到了。冬猎开始了，我本来是想趁机摸鱼的，结果李天子非要拉着我说要考验我的骑射。我那3脚猫的功夫，射出去的箭别说兔子，连地上的蚂蚁都伤不着。李正，你看你那样子，文不成武不就，朕真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才好。陛下，术业有专攻嘛，您让我搞经济我行，您让我射箭，那箭不行啊。危险预警功能触发，警告：10点钟方向山坡草丛检测到高速飞行物，目标宿主。我操，又来！哎呦，我的呀！闪了！副驾有刺客！
陛下饶命啊！是废太子殿下，是他让我们这么做的。把这个逆子给朕拿下！何必呢？老老实实当个富贵贤王不好吗？非要跟我这个开挂的去。这下好了，彻底GG了。刺杀失败，李干的阴谋彻底暴露。李天子雷霆震怒，下令将他圈禁，准备秋后问斩。所有人都以为这场闹剧该结束，但他们都低估了一个人狗急跳墙的决心。完了，全都完了！父皇不会放过我的。殿下还没完，公叔师傅，救我！快救我！救你！晚了，现在你只有一条路可走，自救。殿下，你忘了吗？你在荆棘大营里还有我们的人，我墨家的最终武器也已经准备就绪，只要我们控制皇宫，逼他退位，这天下还是您的。可是那是谋反啊！成王败寇，您现在不反是死，反了还有一线生机。好，反了，我反了。S 级就是任务发布：长安最终决战，任务目标：平息太子叛乱，拯救大唐。任务奖励：时空穿梭机票单程。啥玩意儿？机票？回家的机票？系统，你没跟我开玩笑吧？完成这个任务，我真的能回家了。是的，宿主。好，这活儿我接了。我还是低估了李干的行动力。就在我接到任务的当晚，叛乱爆发了。将士们，请君策，诛佞臣，随我杀进皇宫。怎么办？陛下，公主禁军不足5000，叛军却有2万，我们守不住啊！慌什么？朕还没死呢。李正，你可有办法？办法倒是有，不过有点疯狂。我需要一个人站上城楼去劝降。劝降？李大人，你没发烧吧？谁去劝降不是去送死了？没人去，行吧，那我只好自己去了。我一个人走上了承天门的城楼，城楼下是黑压压的叛军，火把连天，杀气冲霄。说实话，不害怕是假的，我的腿抖得跟弹棉花似的。李正，你终于肯出来送死了吗？系统，积分还有多少？宿主当前总积分14500。好，听，系统商城，给我兑换那个最贵、最小、最离谱的道具。确认兑换，高功率版阵前喊话，环绕立体声，自带 BGM 大喇叭吗？需要积分1万。废话，确认。喂，下面的兄弟们，听得见吗？信号好不好？我李正，一个骨灰级键盘侠，此刻正站在我人生的巅峰。下面有2万名观众，还有环绕立体声音响。我酝酿了一下情绪，开始了我的终极演讲。下面的各位兄弟，晚上好！这么晚了还出来加班，辛苦了。我知道大家跟着太子殿下闹革命，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想升官、想发财、想分田地，对不对？但是兄弟们，你们有没有做过风险评估和成本核算？造反是一项高风险零回报的创业项目啊！别听他胡说，给我放箭！我来给你们算一笔账。第一，五险一金交吗？工伤了算谁的？阵完了抚恤金给多少？这些太子殿下跟你们签合同了吗？第二，加班费有吗？大半夜不睡觉在这儿玩命，给3倍工资吗？万一今晚没打下来，明天围城，伙食标准是多少？有夜宵吗？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致命的一点，你们想过没有？万一这次创业失败了，我们怎么办？你们自己掉脑袋就算了，你们的档案可就花了。你们的孩子以后想考个公务员，想参军那关过得去吗？你们忍心因为自己一时冲动，断送了子孙后代的前程吗？兄弟们，听我一句劝，现在放下武器向城楼这边走，就算起义投诚，朝廷既往不咎，每人还发10贯钱的遣散费和1张良民证，回家好好过日子不香吗？回来，都给我回来！我万万没想到，我那套社畜理论对古代士兵的杀伤力竟然这么大。
一场眼看要血流成河的兵变，就这么以一种极其沙雕的方式提前结束了。你个憨批张三，李大人都说了，现在过去算起义，再过几会儿，天亮的禁军大部队来了，咱们就成战俘了，那待遇就不一样了。可是太子殿下许诺我们一人一个小老婆，老婆命都没了要老婆？李大人给的良民证，以后儿子考空务员都能加分，你那小老婆能加分吗？五险一金，这些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有如此大的魔力？李正，你又给朕上了一课。朕以前只知道得君心者得天下，今日方知得社畜之心者亦可得天下。陛下过奖了，主要还是大家向往和平，渴望稳定工作嘛。啊，不好，公输班呢？好了，这家伙滑得跟泥鳅一样，看来这事还没算完。S 级救市任务，长安最终决战第1阶段完成，但主谋公输班在逃。任务最终奖励：时空穿梭机票暂时冻结，请宿主完成后续任务，追捕墨家余孽。啥玩意儿？冻结了！季鹏，你这是合同欺诈！我辛辛苦苦熬夜加班，你跟我说，最终奖金要等项目2期做完再发，还有没有天理了？机票飞了，我的心也碎了。没办法，为了能早日回家，只能含泪加班，继续追查公输班的下落。好消息是我新招募的首席科学家王小二，好像能派上用场。李正，你确定让他来查案靠谱吗？他从进来开始，一句话都没说过，就在那傻笑。你不懂，技术宅的交流方式是用图纸。小二啊，看出什么门道没有？大人，这些齿轮不是一套的。不是一套？什么意思？您看，这个的材料是江南的精铁，但这个里面掺了只有北地铁矿才有的一种杂质，而且它们的磨损程度不一样。这个旧的好像是从一个很大的机器上拆下来的。你说什么？也就是说，公输班背后还有一个零件供应商，而且这个供应商在北方。还有这个，这不是普通的地图，上面这些点，如果用天干地支的方位角和勾股定理来计算，它们指向的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移动的轨迹。他在念什么咒语啊？他在解一个极其复杂的几何方程。根据他的计算，公输班逃跑的路线不是直线，而是一条不断变化的弧线。他在躲避什么东西？最后出现的位置应该在这里。这是一个废弃的前朝祭坛，肯定有密道。他不是在跑，他是在回家。走，陆少卿，抄家伙，咱们去抄了他的老巢。根据王小二的 GPS 定位，我们3个组成大唐敢死队，摸到了那个废弃的前朝祭坛。果然，一个黑漆漆的地下入口出现了。大人，这个我会。跑了，我们来晚了。不一定，找找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线索。我靠，这不是公输班一个人的计划，这是一个叫漠河的组织搞出来的东西。他们想造一个能控制天时的人造龙王。我和杜月把从墨家老巢里发现的东西原封不动地呈报给了李天子。我原以为他会龙颜大怒，结果他的反应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人造龙王引天雷为己用，这帮墨家的余孽野心还真是不小啊！陛下，您好像一点也不惊讶。朕的龙以下列从来就不缺想把他换掉的人，有想靠嘴皮子的，有想靠刀杆子的，现在来了个想靠技术的，不奇怪。可是陛下，此事还牵扯到了杨妃和突厥王庭。杨妃那个蠢女人，朕早就知道她不甘心。至于突厥，亡我之心不死，也不是1天2天了。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这不就是你的差事吗？朕现在正式任命你为亲命特派员，加封格武侯，成立一个专门应对此事的独立部门，就叫不良人。朕给你人，给你钱，给你先斩后奏之权。你的任务就是把这帮藏在阴沟里的老鼠，给朕一只一只的全部揪出来。我的杠精大学还没开学，就先一步改组成了大唐版的神盾局、不良人衙门。
成员嘛，暂时只有3个。我这个光杆司令，陆月这个被强行拉来的，还有王小二这个首席技术官。李侯爷，别贪着了，陛下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权力，我们要尽快拿出个章程来。没心情，我的回家机票从经济舱涨成了头等舱，我现在只想静静。大人，快来看，是信。啊！今命机关蜘蛛潜伏者前去探查格物侯府机密，格物侯府就是你这里啊？也就是说，在我们搬进来之前，漠河的人就已经在这里安插了眼线。不，更准确的说，是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他们故意让给我们，用来监视我们的。啊，有意思，真有意思。你还笑得出来？我们现在岂不是很危险？危险？不，这是机会啊！他们以为在第5层，其实我在大气层。他们想看戏，那咱们就演一场大戏给他们看。传我命令，在。今天晚上咱们吃火锅。我要让他们看看我们不良人衙门成立后的第1次集体活动是多么的腐败。我的反监视计划第1步就是伪装，把我们这个大唐神盾局伪装成一个由关系互补、怪咖和饭桶组成的草台班子。于是我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不良人招募大会暨欢迎晚宴。来，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不良人大家庭。咱们的宗旨就8个字：带薪摸鱼，准点下班。好，我只负责下毒，别的事别找我。李正，你从哪儿找来这群卧龙凤雏的？这叫人设，就是要让监视我们的人觉得我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我跟你们说个秘密，陛下让我查的那个漠河，我查到了，他们的老巢就在城西的大悲寺里。真的假的，侯爷？当然是真的，我明天就带队去抄了他们，立个大功，到时候人人有赏。这演技也太浮夸了吧，这会有人信吗？饵已经撒下，现在就看鱼儿会不会上钩了。我带着我的草台班子大张旗鼓地包围了城西的大悲寺，阵仗搞得比皇帝出巡还大。里面的和尚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木鱼，立刻投降，交出漠河余孽是你们唯一的出路。投降吧，给你们住单间，伙食有鱼有肉，负隅顽抗，扎你屁股。我们真的要这么做吗？我感觉长安城的脸都被我们丢尽了。杜大人，侯爷说这叫声东击西。不良人主力全被李正那个蠢货带去西城了。快，按计划行事，在粮仓里安放阵天雷，只要把长安的粮食都毁了，他们自己就乱了。几位大半夜不睡觉，在这里玩火，不好吧？中计了！侯爷，你说我。好了，各位，前戏结束，现在轮到我们说真正的台词了。大师不好意思啊，演习而已，打扰诸位清修了。几条小鱼，但撬开漠河这个坚硬的外壳，足够。别白费力气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哼，嘴还挺硬。杜少卿，都什么年代了，还用这么原始的方法对待这种顽固分子？我们要攻破他的心理防线。来，我们玩个快问快答的游戏。第一个问题，你叫张狗蛋，对吗？不是。好，前戏结束。第二个问题，你们的下一个目标是刺杀李天子，对吗？不是。你们的最终目的是启动那个所谓的人造龙王，也就是天宫计划，对吗？不是。好了，我问完了。问完了，可他什么都没说。他什么都说了，他们的目标不是皇帝，而是那个疯狂的天宫计划。炸粮仓只是为了制造混乱，拖延时间。他们在准备一场波及整个大唐的天灾。审讯结果让我不寒而栗，这帮漠河的疯子是真的想把天给捅个窟窿。现在我必须在他们启动那个鬼计划之前找到他们。王小二，根据我们现有的线索，能不能推算出天宫计划最有可能的启动地点？大人，人造龙王需要巨大的水量和高处的雷电，在长安附近符合的地点只有3个，兵分3路。不，这是一个选择题。
我们一旦选错，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水量、雷电，除了自然条件，他们还需要一个地方能够隐藏那个巨大的机器，并且有足够的空间进行最后的组装。骊山，骊山之巅，秦始皇陵不就在骊山脚下吗？史书记载，皇陵内部以水作为百川江海，机箱灌输，那里有现成的水，也有巨大的地下空间，他们根本不需要从外面引水。我知道了，目标不是这3个地方，是骊山，是秦始皇陵。皇陵，他们竟然敢盗掘皇陵！对他们那群疯子来说，还有什么是不敢的？那里就是他们的总基地，全员集合，目标骊山。我们去刨了始皇帝的祖坟。追捕墨家余孽任务完成，时空穿梭机票已自动解锁。终极任务：阻止天宫已激活。温馨提示：是否放弃任务，立即使用机票回家。这要我怎么选？是否回家这个问题，我只犹豫了3秒钟，然后我选择了否。开玩笑，最终 BOSS 就在眼前了，我怎么能不打通关就走？徐正，你还是来了，可惜你来晚了，见证奇迹吧！今天神明将由我们亲手制造。王小二，就是现在执行反向输出计划。不可能，我的计算是完美的。撤退，开车！警告：检测到另一位穿越者正在靠近，新手保护期结束，世界修正立介入，机票价格大幅上涨。